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那又到了我们宅气鸡鸡的时间喽。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当年让我入坑的怀旧漫画。那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我爸妈假日都没有什么地方去，感觉他们有点无聊寂寞，所以我就蛮常回新竹陪他们的。而且因为家里比较无聊，所以我就翻出了我在国高中时看的漫画，然后才发现哇，真的是满满的回忆。所以呢，就想要来跟大家好好的一起聊聊这些好看的怀旧漫画们。不过在开始这段分享之前呢，还是按照惯例，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如果你平常喜欢把我们的影片当成 podcast 来收听，那就不要错过我们的 podcast 内容了。现在我们把这一期频道的影片调整成适合纯粹用耳朵听的 podcast 节目，让大家平常在通勤或者是做家事的时候都可以轻松收听。而且我也会在每一集的后半段都会回复大家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的留言。那你只要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志祺77，就可以在这边听到多元的社会议题、新闻时事或趣味新知的介绍。那目前我们固定会在每周1、3、5的晚上7点更新节目。那现在就请大家赶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去听听看，订阅追踪起来，或是帮忙分享给身边喜欢听 podcast 的朋友吧。讲到我的国高中以及宅历史，就不得不提到这个 Keroro Kunso。那我之所以呢会坠入宅坑呢，完全就是因为这部动画还有漫画。Keroro 军曹呢是日本的漫画家吉崎观音所创作的作品，他在1999年开始连载，故事是在讲说有一群青蛙型的外星人来到了地球之后，开始策划各种侵略地球的计划，但却因为各种原因而失败的搞笑剧。那除了搞笑之外呢，也有温情动人的片段，因为这些外星人来到地球之后，都跟不同的地球人产生了非常可爱的故事。那这部作品除了故事轻松好懂之外，画风也是非常的可爱，而且常常会送一些福利。对当时青少年的我来说呢，真的是很好看啊。像我呢，就是桃花派的。那这个作品为什么会让我坠入宅坑呢？是因为这个作品的笑点很常是一些日本经典 ACG 作品的戏仿，像是 Keroro 最爱的钢弹或是一些特摄作品。所以我为了想要理解这些笑点，还有为什么 Keroro 会那么的喜欢钢弹，就开始上网搜寻资料，然后开始购买《钢弹 Ace》这本杂志，最后就爱上了钢弹。而另外呢，为了搜集 Keroro 当时的模型我也开始去看这个巴哈的转蛋模型版，然后就跟 Fate 有了邂逅，真的就是很可怕的邂逅。总之呢，这是一部很可爱的作品，大家没事的话就找来看看吧。那刚刚讲到钢弹就一定要来介绍一下这一部。它的故事是在讲说，在一个人类已经可以在宇宙中生活的年代，有个少年阿姆罗，他不小心被卷入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而他为了保护自己的伙伴，因此在意外之下成为了钢弹的驾驶员，然后跟他的伙伴们不断奋战，打倒敌人的故事。那我想大家应该都大概知道说，钢弹是一个有很多系列作的作品，而这部呢，就是由当年最初代的机动战士钢弹的动画版当中负责人物设定跟作画监督的安彦良和所改编绘制的作品。跟动画版比起来它在故事还有部分的设定呢都有做调整，而我自己的观感是，它更强调了人的面向，还有一些战争所带来的痛苦。那或许也是因为推出时间点的关系，这个时候喜欢初代钢弹人都年纪更大了，所以才有这样子的调整。那当时我在看的时候，还有一些很好笑的故事。那个时候我高一我一直在推荐大家看钢弹，但是呢，大家都觉得那个不就是小孩子在看的吗？于是我很不服气，我就把当时应该有个10几集的漫画摆到班上，结果最后每个人看完都大崩溃，想说怎么可以那么好看？然后我不夸张那个时候我坐在最后排，就是上课的时候，你看过去，班上呢有1/3的同学，他桌子下呢都摆了一本在偷看，搞到后来班导还麻烦我把漫画给带回去，真的是非常的好笑。总之，如果你是对于钢弹这系列的作品有点兴趣的甚至只是单纯好奇说为什么钢弹这个作品能够在当时引起那么大的回响，都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部。对了，它的画风真的非常厉害。那除了 Keroro 跟钢弹之外呢，那个时候真的让我开始失心疯购买模型的就是 Fate 了。我还记得当时在这个转蛋模型版上面呢，都会有一个每个月新出的商品列表，而当时我就觉得很怪，为什么有一个叫做 Fate 还有 Saber 的东西有那么的多？那当时呢，我大概看了这个3、4个月之后，我就实在是忍不住疑惑，然后就开始去查，然后我就
万劫不复。Fate 这个作品一开始是由 Type Moon 这一家公司在2004年发售的一款 PC 的18禁文字冒险游戏，后来因为非常的受到欢迎所以也推出了漫画动画还有延伸游戏等等。那它的故事基本上呢是在讲说，在日本某个叫做东木的城市，每隔个几十年就会出现一个能够实现所有愿望的宝物圣杯，而为了争夺这个圣杯，就会有7名的魔术师，他们会召唤出7名从者，然后为了争夺圣杯而参与圣杯战争，彼此厮杀。那整个过程当中呢，就会有很多的谜团、爱恨情仇，还有战斗发生，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故事。而此外，它有点像是一个平行时空所以拥有很多条不同的故事线可以去让大家探索。而7名从者呢，也都可能是神话或是历史里面的重要角色，会让人很想要去研究更多的细节。而当时因为 Saber 还有 Ryder 实在是太可爱了，所以我就直接万劫不复，然后就一直到了现在。那基本上大家现在想要回头看的话，我会蛮推荐在大概理解这个故事架构之后呢，就可以先去看看这个 UBW 线的这个动画版，因为制作呢比较流畅，会觉得比较好入口。而接下来呢，就可以看看作为前传的 Fate Zero， 一样呢要看动画版真的是够神够强，超级无敌好看。然后看心情，你就可以再看看 Fate Stay Night， 最后呢，则是这个剧场版的 Heavenville。那你可以看到这个系列的作品，它是怎么席卷整个动漫圈那么多年，而这边呢，还可以再搭配上它的商业模式一起研究，真的是非常的有趣。而在我国中还有高中时，我的最爱之一就是讲过很多次的惊爆危机了。当时省吃俭用，就是为了在每次段考之后可以到光南去买惊爆危机还有 Fate 的 DVD。那时候真的是有够省，因为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呢，一个礼拜的零用钱好像只有100块还200块，真的要是很有爱才做得到。而惊爆危机是鹤东昭二所创作的这个轻小说，其后呢被改编成了动画还有漫画。而在故事中的世界，美苏2大国之间的冷战还没有结束，而世界也开始出现了很多奇怪的黑科技，像是强袭机兵这种装甲，还有这个隐形的科技呢，甚至还出现了一个可以将做幻想化为现实的超自然科技 Lambda Driver。而男主角宗介是一个孤儿佣兵，在维持世界和平的神秘组织密营里面工作，满脑子呢只知道这个军武还有战争。而某天他被要求去保护一个女高中生千鸟药，就被卷入了一个各式各样的疯狂事件。而同时呢，也因为男主角是一个军事宅所以在现实社会里面呢闹出了一大堆的笑话。那以动画来说，故事分成了第1部还有第2部校园篇，还有第3部的 TSR 以及第4部的 Invisible Victory。那大家如果要回去看的话呢，我会非常建议第1部可以先看个你知道总篇集，或是大概了解一下世界观就好，然后再看第3部或者是第2部。第2部是一个搞笑动画，放到现在呢都还是神等级的好看跟好笑。而第3部 TSR 呢，只是我到现在还是有这个心中激人的巅峰之一，战争的无奈崩溃还有狗血跟耍帅呢都恰到好处即使现在看都不会太差。而第4部呢，只是因为预算不足的关系有一点点的惨烈，我会建议大家可以去找漫画来看，它的故事跟结局真的收得很棒，值得推荐。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最后呢只想要再推荐一部，那就是村田雄介跟道坛李一郎的《光速蒙面侠21》。这个故事是在描述有一个很弱小的高中学生小早川赖娜，她过去呢因为被霸凌常常要跑腿，而练就了惊人的脚力跟冲刺速度。而在一个意外之下，她被高中的学长志摩妖一抓去打美式足球，成为了尼门恶魔蝙蝠队中神秘的光速蒙面侠21。他戴着护目镜，有着极限速度的脚力，在隐藏自己真面目的情况之下，跟尼门恶魔蝙蝠队的队友们一起努力，目标是要打入到最后高的殿堂圣诞节大赛。而过程当中就是感人催泪的这个友情、努力跟胜利。那虽然结局有点崩啦，但它一直都是我心中很重要的运动漫画。那现在的人提到村田雄介，应该大多数呢都会讲到一拳超人。而在光速蒙面侠当中，你可以看见村田老师一步步的蜕变，笔触越来越灵活，分镜越来越有张力。而彩稿更是被当时的我视为是最强彩稿真的是太美了。那关于这部作品呢，我强烈建议大家就是好好的看漫画，然后一定要至少看到最后打神龙4的比赛真的是非常好看，超级无敌热血。最近回家补完呢，就觉得怎么可以热血成这样，真的是我国高中的重要回忆。但当时我们班上呢几个爱看这个光速蒙面侠的朋友，甚至还搞了一颗美式足球，在放学还有下课的时候自己玩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让人怀念。好的，那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大家在10年前到15年前的时候都是看哪些漫画呢？如果有任何的推荐，都欢迎在下方留言，让我们一起把更多人拉入宅坑吧。那如果反应好的话，我们也可以再多做几集，毕竟聊漫画真的就是让人非常的开心。所以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一起来看看让我入坑的怀旧漫画。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其他我推荐的旧动漫，以及我跟阿迪心目中最强的2021年动漫。那么今天的这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